前一阵子呢，我第一次回台湾过年了。从1984年出国到现在，从来没有回去过年过，一直很怀念小时候那种过年的气氛。那这一次呢，刚好有女儿同行，刚好呢，外甥女她也一起回去，所以呢，我们在台湾会一起碰面，就觉得很开心。那每一次回台湾之后，我发现大概1个礼拜左右呢，我就会想家了，就想回美国了。可能也是因为个人生活习惯的关系。中国人说的金窝银窝还不如自己的狗窝。美国人说 home sweet home， 真的就是这样子，出门久了就会想家了。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udy， 在美国生活超过40年，有8张的专业执照。每周六晚上美国东岸时间8点钟呢，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我做这个频道呢，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享受生活，安心退休。今天呢，我就从生活、文化、教育、饮食、工作这几个方面聊聊我亲身的体验，美国和台湾的10大差异。那如果你打算移民来美国，或者是好奇两边的差异在哪里，欢迎大家 email 到右上角的这个地址，免费索取我整理的电子书《美国新移民指南》。那已经移民到美国很久的朋友们呢，也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分享你在美国生活的感想。我之前在美国银行做事，那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客户是美国人呢，很多美国人他打扮的光鲜亮丽啊，或者是整整齐齐的来，但是你会发现他账户里面其实没有多少的现金啊。那我认识一对大学教授白人夫妻，2个人都是美国白人，那薪水很不错，可是呢，信用卡债欠了5、6万，而且呢，这个银行里面的现金也不太多。但是中国客户呢是正好相反，外表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甚至于打扮比较邋里邋遢的哈，但是他银行账户里面的现金却很多。那有些客户呢聊起来呢，他还有很多的投资房，还有不少的这个股票，有不少的资产。根据了 BEA， 就是美国经济分析局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的统计呢，美国人平均的这个储蓄大概只有3到5% 了，还远低于一般理财师推荐的15到20%。那多数的美国人他其实不是靠存钱他不会让现金闲置的，他是靠投资和杠杆来累积财富的。那在工作上呢，美国人其实呢利用了这个自动化的储蓄，比如说像 401k， 他而不是靠自律的存钱而且呢，他们也非常的依赖了信用和负债，那把借钱当作是一种理财的工具。那美国人有个特质，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他们就知道，就他们非常的重视呢生活的品质有那种及时行乐的这种消费观我发现这些美国人在年初的时候呢，甚至于去年年底呢，他就开始了计划这一年的 vacation， 因为他们呢不会因为工作辛苦或者是预算不够了，就放弃了需要放松的机会，所以每年的假期都排得满满的。还有就是美国人呢，他买房子不管是大或小他即便是一个小公寓他也把房子里面整理得漂漂亮亮的。我曾经有一个邻居，她是一个单身的白人女性，那她一直都是租房子的，从来不买。那她在家里头整理的就像样品屋一样。那她对生活的品味呢是要求很高的。曾经跟她出去吃过饭吃饭前一定是要点一些昂贵的酒，然后吃饭的时候对食物的要求也很挑剔。后来我们聊天聊起来了，就说什么时候退休。她说她没有存什么钱可以退休，还得要继续工作下去了。而目前呢，她也没有买房的打算。那我发现呢，美国人在这方面特别的乐观，跟中国人那种赚了10块钱，而且可能还要存5块钱的这种心态完全不同。而且呢，中国人一定是砸锅卖铁，希望把孩子送到名校去念。那美国人呢，他完全是看孩子个性和能力，不会强迫他们一定要进名校。而且在学费方面呢，很多时候美国人都会让孩子自己贷款，以后毕业之后呢，工作还学生贷款。那我见过了很多美国家庭呢，其实家庭条件是蛮好的，但他们的孩子在上高中之后就自己打工赚零用钱了。那即便呢父母在家里会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也必须要帮忙做一些家事，那父母才能给零用钱。那不像中国父母一般呢都是一辈子牺牲奉献，到孩子都结婚生子了，还帮孩子再凑头期款购买房子，甚至于省吃俭用一辈子，还想把剩下的钱给小孩。我儿子有个好朋友他爸爸呢在当地也算是知名的人士，那妈妈是家庭主妇，把家里弄得很漂亮，也很会煮菜。有一次去他们家吃饭呢，大概有30几个客人吧。吃完饭之后呢，那客人当然就是希望把这个碗盘收拾好啦，帮忙倒垃圾什么的没想到这个妈妈就说叫我们所有的客人都不要动她说因为洗碗盘这个是儿子的责任，而且他们家规定就是说家里头有客人，不管这个 party 呢是父母办的 party 或是小孩自己带来的客人，只要
要是家里有客人用到这些碗盘的话呢，那饭后洗碗和整理呢，就是他儿子的责任了。我当时听了好惊讶啊！我说这要是换成了很多的中国父母啊，他肯定就会让孩子去念书吧，或者说心疼孩子不让他们做家事。那我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呢，家里有3个儿子，有念法律的，有念医的。那么父亲是做房地产方面的，那家里呢有一个很大的房子，也有一片很大的田地啊。但是每年寒暑假，只要爸爸一声召唤下来，不管工作多忙，不管身体再累呢，一定是要赶回家呢，帮爸爸整理房子，还有那一大片田地。我看了都很感动啊！这大热天的，3个男孩子在那边割草啊、浇水啊、驱虫啊。我发觉美国人的教育方式就是培养孩子动手能力，对自我负责，而且呢，父母也会尊重孩子的意愿，他不会强迫他一定要根据父母自己的想法做人生规划。台湾很方便呢，有捷运、客运、高铁、计程车，甚至于大部分人都是用那个机车或者是脚踏车代步。我75岁的大表姐啊，现在还常常骑着脚踏车到处跑，所以在台湾没有车也可以活。但是在美国啊，没有车你就真的哪里去不了了，除非你是住在纽约那种地方，到处有地铁的。那我16岁到美国呢，第一件大事呢就是要学开车了。那当时呢，教练就把我们3个孩子啊，就是另外还有2个学生呢，带上车之后，解释了20分钟，告诉我们这个车子怎么样启动，然后马上我们就开上马路了，甚至于上了高速公路。因为没有车子啊，在美国的话，你就是寸步难行。所以一般学生呢，在高中10年级左右，学校就会有课程教你怎么样准备考驾照。那很多高中生在11、12年级的时候，已经自己开车上学了，而大部分的大学生呢，他其实已经学会开车。那即便呢没有车子，也已经考过驾照了。那在美国呢，如果说年纪大了之后呢，以后会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在美国的交通大部分是自己开车嘛，那以后年纪大了，退休了，可能反应慢了一些，手脚不太方便开车等等的原因，其实如果要开车的话也是挺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交通工具的话呢，就要麻烦家人啊，或者是你要付钱雇人家接送等等，那就会很不方便了。除非是搬到像纽约那样的地方，有地铁可以搭。台湾的外食很便宜，也很多样化，也非常好吃，然后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美食。美国这边呢，外食费呢相对的贵，它当然分量也很多啦，然后外食餐厅呢距离也比较远，选择的也比较少。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到麦当劳去点餐，我就以为说，麦当劳这边他喝那个 Coke 呢，那个杯子应该跟台湾差不多，所以我点了一个 large 的，就是最大号的。哇，一出来之后吓了我一跳啊！我说这个 large 这么大一杯啊，3个人喝都足够了。还有美国人呢，我发现他不太喜欢喝那些汤汤水水的，那中国人就很喜欢喝汤啦，吃个汤面啦。那还有美国人呢，他们的饮食习惯就是说一个盘子里面它有一个主食，有一两个副食。但我们中国人呢，都喜欢共享食物。那一餐里面呢，可能一家人常常就是有4菜1汤、5菜1汤哈，甚至于这样子的。那美国人的好处就是说，他自己盘子里面放自己要吃的，也很干净、很简单。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到邻居家去，就正好看到他们在用餐。我看他们每个人呢，一盘食物里面呢，一份牛排哈，还有一些青菜。我心想这太简单了，我每天呢要做这么多菜，又洗又切又炒的，实在是很费功夫啊。应该像美国人一样呢，一个主食1、2个副食就好了。后来等孩子大了之后呢，就常常学他们做一些美式的晚餐，非常的省时间。台湾是很重人情味的，我有几次呢回台湾去迷路了啊，路边随便问一个人，或者是到店里面头去问路，他们都很热心，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到达目的地。有的呢还甚至于陪着我走一段，或者说帮我指路，让人觉得很贴心啊。身边很多朋友去过台湾的都跟我说，他们对台湾人的热情非常的感动，印象很深，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亲身经验。那美国人呢，他其实比较重视这种边界感，有些美国人甚至于是让你表面上觉得很热情，事实上他心里不是这么想，当然这也要看情况了。但中国人我发现有个习惯了，就是见到不管是新朋友，就很喜欢问说你有几个孩子啊，你住在哪里啊，你做什么工作的啊。有人他甚至还不太礼貌的会问说，你薪水多少？那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美国人通常是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他不会一见面就问了一大堆你的隐私问题，即便是熟的朋友，其实他也都不太问这些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呢，是很注重彼此的隐私的，而且呢，也不需要互相的攀比。所以在美国这边呢，我感觉到他更重视别人的隐私，但并不代表说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不会伸出援手帮助。我在这边住了40年，每次需要帮忙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都是我的邻居或者是美国的朋友，他们热心的帮忙。当然中
中国人他是比较保守，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很多时候中国人可能会有一点自扫门前雪的时候，当别人家里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喜欢在后面指指点点的。美国人呢，他一般是知道你家里出了事情呢，他都会主动的帮忙，或者是说做点事情让你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那至少我们家在过去发生巨变的时候呢，我的美国邻居和朋友会在第一时间给你拥抱，给你写卡片，那给你送点心。有些中国朋友就算是很熟的，他可能就人间消失了，有的时候还时不时落井下石跟你说一些让你更难受的话。当然我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国朋友，在这段时间给予我跟家人安慰和帮助。台湾教育的方式呢是比较像成绩导向的，然后强调补习文化，然后考试也很多。那在美国这边的做法呢，它是鼓励呢要表达，要培养自信，多方面的发展的兴趣，而且呢要多参加各种的活动。我记得以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啊，从初中开始就不断的补习，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上课还不够，学校很多时候啊会把中午自习的时间、上体育课的时间、上音乐课的时间全部拿来考试或者是补课。我感觉上了初中之后呢，整个人的体力就不胜负荷了，然后在发育的时候嘛，又背着重重的书包，那每天呢有念不完的书，做不完的功课，考不完的试，所以呢上课就变成一种很重的心理负担了。还有那些老师们呢，就千篇一律的要叫你用功，要把成绩拉高，要为升学做准备等等，好像活着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念书，不用做其他的。后来到了美国之后呢，我感觉学校更注重的是一个全面性的发展了。像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呢，老师还教我们要如何的翻跟斗哈，然后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泰山一样抓了一个绳子，从体育馆这一头把自己荡到另外一头去哈，还要做各式各样的这个体能测验哈，甚至于呢，老师还要求我们要自己编排这些韵律操。那么学校绝对不可能把上体育课的时间拿来考试或者补课了。他们其实都是鼓励孩子在放学之后呢，参加各种的体育和活动，锻炼身体。在美国申请过大学你都知道啊，其实学校要求在课内的成绩很好之外，也会看在课外活动的表现和取得的这些成绩呢，它会占了学校申请评分的标准很大的一部分。那上音乐课的时候呢，我记得老师们也会教认识不同的乐器，然后学习各种不同的乐器。还有在美国，我感觉上是表达能力会比背书更重要。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呢，英文口语很差。那当时英文老师啊就叫我们每个人要写一首诗，我当然就是写的那首诗是不怎么样，可是那位老师却点名要我分享我的那首诗，而且还表扬了我。然后平常呢，他也常常点名叫我这个朗诵课文啊，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感动啊。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很害怕。后来我发现，在美国人面前呢，不是说你英文讲得好不好，而是一个自信的问题。从亚洲来的孩子呢，因为我们数理都比较好嘛，我当时数学考试呢分数也比这些美国人高，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是数学天才啊。之后呢就主动的跟我交朋友，那在学习上还常帮我的忙。那我很庆幸的就是父母把我送来美国接受这样的教育环境，所以呢我之前是非常的害羞缺乏自信的。但是这几年在美国的生活啊，让我学习到不要跟别人攀比，做最好的自己就够了。我没有在台湾工作过，所以不能分享那边的工作经验。但是我对中国公司的理解就是说，中国人他比较倾向于去控制属下的工作范围，大大小小事都要跟主管报告。那美国这边的工作形态比较强调于自我管理，还有这个 work-life balanc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工作之余啊，一定也会把 vacation 度假这个事情安排得好好的，那绝对不会每天每夜的工作，然后不给自己休息。那一般来说，如果是白人主管呢，他们会抓大放小，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所以说主管或老板的个性跟公司的这些文化等等呢，也会取决于说决策者他的处理的事情的风格。那像职场霸凌啊、打小报告啊、同事之间呢互相别苗头这些呢，我觉得中美文化里面都会有的哈。在公司里面就是有很多人他闲着没事干的话，他会想要去在老板面前打小报告。我之前的时候呢，在银行就有一个美国客户，当时呢他是要存一笔钱，那么大概是40万左右要放在 CD 里面后来我跟他聊得很开心，他又到别的这个银行去比较，最后还是决定来我们这边。那他回来开户的时候，我同事
竟然骗他说我出去吃饭了，其实我当时是在银行的地下室的一个餐厅吃饭，然后呢，这个同事就私自把他那个账户就开了，就放在他的名下。我在中国公司呢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同事啊，他比如说很喜欢去跟老板打小报告啊，把你的事情搅黄啦。那我觉得这有人呢其实就是有江湖了，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我感觉上说像这样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呢，他最终呢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台湾的健保呢，保费当然相对的便宜，看病呢通常也很快能够排上啊。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医生呢，他诊断的时间呢是很匆忙，而且有些医生他讲话的这种口气和态度好像不是太专业，也可能是他们看了一天太多的病人了，已经很劳累了还有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台湾呢，你去看病的时候呢，常常医生就会附带的推销了一些维他命或者是希望你在做其他的一些检查，而这些检查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的。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健保比较便宜，还是因为台湾生病的人比较多，我每次去诊所或医院的时候，感觉上都是排得满满的人在这种封闭的环境当中呢，这么多人其实是很有压迫感的。那在美国这边呢，它的医疗很强，但是它的医疗的保费就很昂贵了，而且呢，如果要排这个 appointment 的话，要跟医生排看诊的时间就会排很久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感冒了，然后好几天，那很希望去看医生吃点特效药，结果那个护士就跟我说要排至少1个礼拜的时间才会看得到医生。那我在电话里面就开玩笑跟他说，我说1个礼拜之后只有2种情况了，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痊愈了，第二个就是我去见了上帝再也不用去看医生了。所以在美国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去看专科医生，甚至于是家庭医生呢，都要排很长的时间。像我现在的家庭医生呢，我排了整整1年的时间才看到他，中间要做一般的检查呢，就是由护士来做。那台湾大部分来说呢，大家的居住空间会比较窄小因为都是住在公寓里面。那即便是独栋的房子，也可能是跟隔壁 share 一面墙。好处就是说台湾呢，邻居之间因为互动比较多嘛，一个人住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寂寞，而且邻居们都可以守望相助。但是缺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呢，隐私权会少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邻居住得近嘛，所以说这个邻居呢，他比较嘈杂都会影响到别人。那美国这边来讲呢，大多是比较大的空间，储藏的空间也比较多缺点就是说，你要花钱和时间打理房子，你要定期的一些做保养，比如说油漆换屋顶啦。那么还有就是有院子的朋友呢，他更是要花很多时间不能让杂草丛生吧。在台湾呢，什么都是快速便利，超商是24小时开，然后外食几分钟就上桌了。邮局办事情呢，半小时之内搞定。我每次回台湾常常是用的不到1天的时间，可以把大部分事情都办完。但是在美国做任何事情呢，都是要预约，而且这预约要等好几天的时间。然后等了你到了现场美国人也是慢慢悠悠的处理事情，即使你着急也没有用。那我记得有一次去邮局寄东西，那在我前面的那位老太太呢，她要寄东西给自己的小孩，结果地址忘了。这个邮局的办事人员当然也很耐心的等着她，然后呢，我们排了一个长队这个老太太就把她手机打开，一个一个的找，好不容易找到她女儿的地址，然后这个邮局的办事人员也慢慢的跟她说没关系，你慢慢来。然后结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傻，在后面排了长队那我发现就是说，在美国同一件事情我们在美国办事的话，可能他1个小时之内呢只能处理3件事情，在台湾呢可能就有30个人已经都做完了这30件事情。台湾的文化呢，教会了我有效率、有温度，人很热情。那么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呢，能让我更有自信，知道与人相处的界限，还有开阔了我的世界观。这2个地方呢，都深深的影响我，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如果你喜欢这类有关于美国生活、移民经验、财务与退休相关的内容呢，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我会带给你更多亲身的经验与专业的分析。也欢迎大家用留言区的连结和我预约咨询。那我们下个影片见。